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听众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到极简实习生，我是 Dan。今天来跟各位聊一个蛮生活化的话题哦，就是我们如何去极简我们的冰箱。我会分成3个部分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如何把冰箱里头的东西断舍离掉。第二个部分呢是如何去采买东西，让我们冰箱不要再固态复萌，回到那种非常乱的样子。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如何去做简单的收纳。当然，在冰箱断舍离或者是清理冰箱的这样内容，在网络上其实你找得到，但是我今天就有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。第一个部分哦，回到断舍离，我们的冰箱其实最重要就是套用那个公式，先减再收。那我们要把东西丢掉之前呢，我会建议大家，请你把冰箱里的东西一次性的拿到你的餐桌上面去做检视，因为你这样你可以一目了然。那什么东西可以直接断舍离掉呢？第一个就是即将过期或者是已经过期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断舍离掉。或者是说有些东西你可能平常不太会料理它，放在冰箱呢已经放好久了，可能1年以上了。虽然它还没过期，不过我想你大概接触它的几率不高，它也可以直接被你断舍离掉。或许我们在断舍离这些东西的过程啊，会觉得有一点浪费，会有一点点愧疚感、罪恶感，但是它刚好可以提醒你，这些东西其实跟你的日常生活的关系连结并不深。未来如果你在采买、在购买的过程中，就尽量不要去买这一些东西。断舍离完这些东西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思考我们未来如何去购买我们的东西，才不至于我们的冰箱又爆炸了。首先我们要考量的是我们家里头的成员。现在在都市生活里头啊，很多人是1个人住或者是2个人住，了不起就是一家4口，所以其实我们的单位都非常的小，我们不可能买一样东西回来呢，很迅速的把它吃完，除非有一些东西它是流动率非常快的，比方说我们的主食。可能是白米饭，或者是我们比较常用到的酱料。假设我们以华人社会来说，酱油可能就是一个我们非常常用的东西哦，不管是拿来料理，或是拿来沾，比方说肉啦，或者是水饺，都会经常使用到它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是我们可以经常购买的，或者是我们购买来，我们有办法快速让它流动的。但是有一些东西呢，就没办法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可能很喜欢吃粥，清粥小菜。所以有的时候家里头会放肉松，可能会放面筋，放一些酱瓜之类的东西。但是思考一下呢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你有的时候1个月可能吃不到1次清粥小菜，或者是就只吃这么1次清粥小菜。但是这些酱瓜的体积就算再小，包装就算再小。但是因为你家里人口数很少嘛，所以你不可能一次开了就吃光，甚至是短短在2、3次内就吃光。有的时候放在冰箱，它可能已经放了半年了哦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已经打开、开封、接触过了空气，就算它放在冷藏，它也不会那么的新鲜，营养价值也会流失。所以当你想要吃这些你平常不常吃的东西，但是又很想吃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就直接上餐馆吧，到清粥小菜的店里头，那边有各式各样的小菜，有各式各样的配料可以让你选择。其实还蛮丰盛的，你就不必要到超市特别去买一瓶面筋，或者是买酱瓜，甚至买肉松囤在家里头。那些东西放久了不健康、不新鲜。所以就我们刚刚聊的，在采买东西的时候，要去考虑到你真实家里头的人口数多不多，你平常使用或者是平常去料理这些东西的几率高不高，去采买。那么第2件事情哦，在把关东西的入口的时候呢，很重要就是一个东西要用到完，或者是快要见底的时候再去补充，不要就是买回来囤。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东方的社会哦，特别是过年过节会有一些机关行号啦、朋友啦送礼的时候会送酱油，对不对？所以家里常常会有1瓶以上的酱油。所以这些东西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，但是我会建议大家不要这么样子频繁的去购买。如果它已经用完了，或是快完了，那也没有库存了，我们再去购买会比较好。好的，所以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基本上哦，冰箱里头的清理跟冰箱里头我们购买东西的这个入口如何去做把关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个部分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呢，就是冰箱的收纳。收纳里面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，比方说瓶瓶罐罐哦，一些酱油佐料，我们就会习惯放在我们冰箱的侧门的门架上。像鸡蛋，有的时候在侧门的门架上面会有一些蛋盒，你会自然放在那个地方。那么像是有一些蔬菜水果，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呢就放在我们冰箱的最下层，有一些生鲜的储藏箱里头。那我会比较建议大家要拥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如果是生食的蛋白质类的东西我指的不是豆腐它算是熟食了，我指的是像海鲜或者是
肉这些东西，我会尽量建议大家做分装，依你每一次料理的数量去把它做小包装的分配哦。那你可以买小的保鲜盒或者是保鲜袋，把它分装开来。因为每一次如果将大包装拿出来做解冻，那么再重新冰回去，这个解冻的过程中次数越多，这个东西就很容易接触到空气，那么就很容易滋长细菌。同时它解冻的过程呢，很多的蛋白质、营养价值也都会快速流失，所以它对于我们吃进身体里头来说呢，它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可能呢还会让我们容易有肠胃道的这个问题哦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冰箱的收纳里面，不管你要如何摆放，在生食的部分，像是海鲜类啦，或者是肉啦这些东西呢，就尽量是能够分成小包装，然后放在冷冻库里头，当你需要的时候再拿下来做解冻，会比较健康。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些我平常在做冰箱的整理，不管是在断舍离或者是在采买的过程中的一些概念哦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。最主要还是要回到你自己个人的生活里头，看看你家里有多少人口，那去决定你自己平常要买多少东西，去想想你平常最喜欢吃什么，平常最常料理的是什么东西，再去采买这些东西的食材或者是任何的佐料。吃不到的东西买回来只是为了一次兴起而购买的食材，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浪费，或者造成你冰箱的囤积。冰箱里的东西要经常的流动，才不会让这些营养价值随着时间呢而流失掉了，你才有办法确保你自己吃下肚子的东西是健康又有营养的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看与收听，希望或多或少对大家都有一些帮助啦。那么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，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支持我的频道。我是 Dan，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，拜拜。